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看 iPadOS 26。那现在呢正式版已经推出，已经可以下载更新了。那这次的 iPadOS 26呢，除了这个大家看到超美的全新界面液态玻璃之外呢，多功方面也可以说是大升级哦。另外加上像是档案 App 之类的升级呢，这一次的 iPadOS 可以说是真的越来越像电脑系统了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先来讲一下可以更新的机型。这次可以更新的包含有 iPad Pro 12.9寸的第3代、11寸第1代，然后呢 iPad Air 第3代、iPad Mini 第5代、iPad 第8代跟其他后续的机型。那停止更新的就只有 iPad 的第7代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，就是这个全新的液态玻璃设计。我觉得这个新的主题在 iPad 上面，我觉得更明显，因为毕竟它的画面是更大嘛。来看一下通知中心的部分哦，就是大家看到有没有超美的一个玻璃的特效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小细节呢，在这一次的 OS 上面非常常见，或者是我们看这个控制中心哦，有没有看到它这次按钮也是全部重新设计，就是非常有光照感跟通透感的感觉。然后所有的 App 包含它的图标啊，还有它内建 App 里面都有全部重新设计。例如说像 Safari 这边呢，你会发现它这个栏位全部都变成圆角，就变成圆形这样子。然后像一些按钮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圆框非常的明显？然后呢，我们桌面 App 其实也可以去调整它的颜色，就是我们长按之后进到编辑这边有一个自定，这边你可以去选说你要深色的 App， 或者是你想要透明的 App。这个透明呢，就是非常符合这次玻璃的主题哦，就是非常非常的通透。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效果，就是全部都是同一个颜色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，你想要不同的颜色，就可以点进来这边调整色盘。比如说蓝色，或者是你想要选择你图片里面的颜色，也可以选这个。然后你也可以去调整你 App 的大小，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你的名称隐藏起来，也是 OK 的。然后这次呢，在锁定画面这边也是有改不少东西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时间，这次呢这个时间它可以拉得非常的长，它可以拉得非常的长，然后后面的背景也会跟着动。这个呢是这一次 iOS 26的主题桌布哦，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，像是动态啊，它就是一阵子就会自己换不同的颜色。然后这个是阴影，然后它阴影里面还会有就是深色跟浅色之分，你就可以进来看一下阴影。然后呢，天空来看一下天空的深色，这是天空的深色。下一个是光环，就是比较亮的一个蓝色主题哦，然后深色变成紫色的。最后一个是黄昏，这个是黄昏的深色，然后再来是黄昏的浅色。所以总共其实有8张这次的主题桌布，就是深浅色。然后再来有没有讲到这次锁定画面有一个超酷的新功能，就是它可以有3D 效果。就例如说这只猫，我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六角形，它就会产生一个空间照片，然后它有一点挡到这个时间，然后设定完之后呢，你左右摇晃，它就会有一个3D 的这种效果，还蛮酷炫的。就是如果你家有养宠物，或者是你有喜欢什么样偶像啊，或者你想要放自拍照也 OK， 它就可以把你转成3D 的效果哦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试了一下蒙娜丽莎，我发现蒙娜丽莎没有办法产生这个3D 人物的效果，它只能整张图片一起转3D， 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如果我把空间关掉的话，它就可以侦测出来蒙娜丽莎是一个人物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开空间之后，它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有这个单独蒙娜丽莎3D 的特效，就没有办法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最大的主题，就是多功的部分哦。这一次的 iPad 它的多功真的新增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能。然后进到多功呢，我们先进到控制中心，然后把我们的多功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随便开一个视窗，然后你会看到右下角现在就是有这个把手。这个把手虽然之前就有，但是现在呢它又更方便了。就是你想要怎样的视窗大小，怎样的角度放在哪边，全部都可以。你想要摆到哪边都可以，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像电脑呢？然后你要堆叠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，有没有？你想怎么叠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个重点，就是它这边呢，现在多了这个视窗控制按钮，就是跟我们的 Mac 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关闭、缩小还有最大化。那这边呢，一样是可以用手指来操控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因为我现在用滑鼠会比较方便。那滑鼠一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放大；那手指的话，你就是点它一下，它就会放大。那关闭的话，它就是关闭整个 App；那缩小的话，它就只是缩小，所以就是有这样小小差别。例如说我的 App Store 我把它关掉，然后我再打开它的时候，它就必须要重新载入。然后我还蛮喜欢它 Safari 这边啊，它这个分页跟 Max 一样，就是它可以直接
这样子移过来，它分页是可以任意移动的，这是一个我蛮喜欢的小小的细节。好，那假设你今天觉得画面太乱，你想赶快整理，就是让这个视窗比较有条序的话，你就可以长按这个绿色按钮。那它这边就有预设一些比例尺寸，你就可以直接按。例如说，我想要4分，立刻就帮你整理好了；或者是你想要3分，非常的快速。那除了它预设比例之外，你还可以进来调整它的大小。或者是它也有一个很好玩的用法，就是你今天拖着这个视窗，然后你把它甩到左边的话，它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对分的模式。这个巧劲要抓一下哦，这个就是把它甩过去，这样子就可以进到对分的这种模式，算是一个预设蛮好玩的用法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堆叠的一些视窗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组的概念，就是它就是一组 App， 然后今天要回到桌面，就是可以回去之后可以加一些 App 进来，比如说我打开 Spotify 好了，就可以把它加到我的这一组 App 里面。然后我们进到后台这边，你就会看到说你所有开启的 App 在这边，你会发现你刚刚开的5个视窗，它变成一个组。然后这一组 App 啊，如果你想要把它解散的话，你就是上滑之后再上滑。就是滑2次之后它就解散，可是它一样在你的后台，只是它变成单独的 App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它就变成单独的 App， 它就解散，它就打散了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重新开启那些视窗的话，你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加回来，有没有？又从头开始了。它的这个多功有点像是，就是把东西放到你的桌面里面，然后你随时可以去拆散啊，或者是组合。然后这次多功还新增了一个工具列在最上面，就是你今天往上滑，或者是你手指点到这边，它就会自己出现这个工具列里面呢，就是可以进行一些编辑啊，或者是一些多的设定，就是看你在哪一个 App 里面，它的工具列就会不一样。例如说你今天在，例如说 Photoshop 里面好了，它就是会有一些编辑的选项可以直接选择。对，其实就很像电脑的那个选单。而且呢，这次还有一个更像电脑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执行背景任务。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在输出影片，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转档什么之类，它不是会跑吗？那过去在 iPad 上面你可能不能跳离那个视窗，可是现在它是可以的哦。那这个背景处理呢，它是有限定 App 的，就例如说我现在开启的这个 LumaFusion， 它就可以使用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的 Final Cut Pro 竟然不行，超莫名其妙的。我们现在就来输出一下这段影片。好，假设我按输出，它就已经开始在处理了。那通常以前这个处理画面是不能跳出去的嘛，可是现在呢是可以的哦。你就是直接把它缩小，然后你要去干嘛都可以。你要去逛网站啊，你要逛网拍啊，你要看 YouTube 影片啊什么的都可以。有没有看到它这边还是在跑？可是我这边呢想要干嘛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只是说现在支援的 App 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Final Cut Pro， 莫名其妙。再来呢，来讲到就是它现在这个 Dock， 就是下面这边可以放很多 App 啊，或者是最近开启的 App 的地方呢，它现在可以放到最多29个 App， 对，超多。那放那么多要干嘛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它现在是可以外接萤幕，然后外接萤幕是可以支援这个多功的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投放到一个很大的萤幕的话，放29个 App 可能就可以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档案 App。档案这次呢更新了蛮多的东西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到就是在档案里面它的这个栏位，它这个栏位现在是可以像电脑那样子，你可以去调整它的栏宽，或者是你想要新增哪些内容进来，种类啊、日期啊什么的都可以加进来。然后右上角你也可以去调整说你的资料夹你要怎样去呈现，例如说你想要用图像的方式，或者是列表的方式，又或者是直栏，这边都可以选择。然后它现在用起来也是超级直觉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档案，然后把它拖移啊，然后移到哪边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真的很像电脑。然后它展示的这种方式也很像电脑我们在看资料夹的那种方式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点开，然后看里面有哪些东西，然后再继续点下去，就有点像树状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次呢还有新增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所有的下载项目现在都会立刻显示在这边，就是你的 Dock 上面。这边呢你也可以去选择说你的排列方式要怎样，你就按右键。或者是手指的话就是长按，这边就有一个 grid 或是 fan。那 fan 的话呢，它就是会这样子一条的排出来，然后越新的应该会在越下面，或者是你想要用格状的方式，这样子就是可以一次看到全部的下载档案。然后再回到资料夹这边呢，这次它的资料夹还可以新增标示，它可以标示 emoji 或是标示颜色，就是点右键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制定资料夹与标签，然后里面就可以去选 emoji， 然后可以选一下颜色，超可爱的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每一个都可以选不一样的，就变得超可爱，然后色彩缤纷。有没有觉得它使用方式越来越像电脑了？就是如果你有考虑要用 iPad 来当你的生产力工具，或者是你原本就用很多的话，那可能这次你应该会觉得升级很有感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跟档案 App 相辅相成的，叫做预览 App。
这个预览现在自己变成一个 App 了。那如果你原本有在用 Mac 的话，应该跟它蛮熟悉的，就是因为你今天打开，例如说 PDF 文件或是图片的话，它预设用的 App 就会是预览。那它现在就是进到 iPad 上面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一个超可爱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放大镜，就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在这里。然后你可以去，有没有看到它那个特效，那个玻璃的特效非常的精致哦。它没有任何的用处，它就是可爱而已。然后来看到预览 App， 打开这边呢，就有我们的档案。它其实各种文件都还蛮好用的，就是像是 PDF 啊，或者是图案啊，或者是一般的文件，其实都还蛮好用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DF 的部分哦。PDF 这边呢，你就是可以，例如说注记，例如说你想要用手写字啊，或者是你想要画荧光笔啊，荧光笔画一下，或者是你要新增文字的话，就是在这边可以加入文字，或是加入签名档。那这个加入签名档超好用的，就是你平常就可以先加入签名，然后今天要签任何文件，你就是直接把它放进来，放到任何你想要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自动填写的部分哦。就是今天你拿到一份需要填写的 PDF 的时候呢，看到上面这个标志，你就可以直接点下去，出现这个蓝蓝的空位，你就是可以直接填写。就是例如说你按这个蓝色的部分，就可以开始输入，有没有？就直接输入啊，超好用的。或者是你要填写姓名啊什么的，就可以直接点进去，你就不用另外还要在那边处理文字格式啊什么的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我要讲到一个我觉得超级惊艳的，就是它可以合并 PDF 或者是分割 PDF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把它选起来，你想要融合的 PDF， 然后按右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快速动作，这边选制作 PDF， 它就会出现第3个文件。你就会发现它们2个被融合了，有没有？我刚才的2份文件被合并在一起了，超酷的。然后今天其实在这里面，你也可以直接编辑 PDF 的页面，就是你要新增或是减少都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看到图片的部分，图片里面的功能也是还蛮多的，就是你今天可以标记啊，就跟刚才一样，可以在上面画画或者是新增文字。另外呢，你还可以去编辑它的大小，例如说你想要裁切什么的，然后你也可以旋转。就是一些基本的编辑功能，然后在右边的选单这里面也都可以去选择，或者是这边有一个移除背景也是蛮好玩的，它就是用 AI 去运算，然后把你的人整个裁出来，或者是你想要做贴纸啊什么的，也可以用这个选项。不过这个选项你刚传进去的时候可能不能按，因为它要一段时间去处理，所以你大概传进来之后等个大概2-3分钟，你再来看一下这个背景移除可不可以按。所以以上呢就是这次这个预览 App 的所有功能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它其实就是跟电脑差不多，就算是一个蛮大的升级的感觉。然后你们应该知道档案 App 是可以扫描档案，就是你今天有什么证件啊、什么文件要扫描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在这边右键，然后按扫描文件，然后它就有点像相机，可是它有经过特别处理，所以它处理出来的文件比较像是真的有扫描的感觉，不是普通的照片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呢，我想要讲到的这个功能可能没有什么人在乎，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你现在设定闹钟可以自己去选择贪睡的时间。就是我们每一次按掉闹钟，不是它都会固定好像9分钟还10分钟才会再响吗？你现在可以自己去设定那个贪睡时间，例如说你想要贪睡15分钟，你就可以设定15分钟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加进来。也就是说，你每个闹钟都可以自己去决定啦，一个小小好玩的功能。好，下一个重点我们要进到 Apple Intelligence， 这次第一个更新的功能叫做通话即时翻译。好，这个通话即时翻译呢，它会在 More 里面，就是更多，然后里面就有这个 Live Translation， 然后它现在支援的语言不多，就是大家看，就是只有英文啊、德文什么之类的。那我现在来试看看，法文翻成英文。好，开始翻译。Are there any seats available tomorrow evening? Yes. How many are there? Oui. Combien en a-t-il? 那它呈现的方式呢，就是像刚才它是先讲一句法文之后，它翻译成英文，然后对方呢讲英文之后，它翻译成法文，它全部都会讲出来，就是它会让对方都听到。那这边呢，就是通话者他可以直接透过手机看到所有的原文或者是翻译。那这个呢是只有在一台 iPhone 有翻译功能的情况下去进行通话，所以其实只要有一台就可以了，就是对方不管是什么手机型号啊，或者它有什么功能都没有差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我要讲到的是视觉辨识的部分哦，就是现在呢在 iPhone 上面是已经可以看到，你用截图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AI 去进行问答或者是搜寻，但是在 iPad 这边你截图之后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，就是它只有
这样子的界面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 iPhone 的画面哦，就是它左下角会是一个 ChatGPT 的问答的按钮，然后右边呢会是 Google 搜寻或是第三方的搜寻，然后它也可以支援就是部分圈选辨识的功能。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后续会加到我们的 iPad 上面，那现在还没有看到，所以就敬请期待。下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苹果自己的生成图片功能，就是在这个 Image Playground 的 App 里面呢，现在有新增了一些风格哦。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 Gemoji 还有 ChatGPT 可以使用。那 Gemoji 就是你今天想要自己生成自己的一些 emoji 之类的话，你就可以点它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形容自己想要的元素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去拼凑。例如说粉红色的爱心跟红色爱心可能就会拼凑出这样子一个 emoji， 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加到你的 emoji 里面，有没有加进来？超好玩的，它就在这边，可爱吧？然后或者是呢，它现在很强的，就是它直接把 ChatGPT 的生图加进来了，超级划算啊！因为它就是可以免费用然后你选了 ChatGPT 之后，你就是也可以一样用打字的方式，或者是它这边有很多素材，然后你也可以加你自己的照片进来，然后你就是可以自己加自己的照片进来，然后加一些不同的元素进去，然后它就会调用 ChatGPT 的模型来生图所以要花一点时间。哦哇，还不错哦。它基本上就是我原本那张图片，然后加入了不同的元素，还 OK 啊，还 OK 啦。然后就可以去储存啊什么的。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些我之前生成的图片，这也是用 ChatGPT， 这也是 ChatGPT， 其实还 OK 啊。就是如果你平常要当素材什么的，要进来生成也是 OK 的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次大部分的 iPadOS 26的功能。那如果有什么还没讲到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补充。那我觉得这次呢 iPadOS 它真的是升级蛮有感的，就是在多功的部分真的超级像电脑的。就是如果你原本就已经以 iPad 为主力的生产工具，或者是你打算要购入 iPad 来当你日常使用的工具的话呢，其实这次的更新应该会很有感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原本就已经在用 Mac， 例如说我原本就已经在用 MacBook 了，那我可能就没有什么动机去用这个新的多功啦。那我平常用 iPad 呢，就是例如说煮饭会看食谱，或者是追剧啊，或者是拍影片的时候会拿来看稿，所以对于这次的多功，我可能就用不太到。不过还是蛮开心可以看到它进步的这么多啦。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的 iPad 更新满不满意，或者你最喜欢哪一个功能，欢迎跟我一起分享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然后呢，礼拜五我们会开箱17 Pro Max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资讯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